还在为跑日志、分析、踩个打死、签名这种事儿，专门租个昂贵的 GPU 服务器发愁吗？ Liquid AI 新出的 LFM 2.5 编码模型可能就是个解法，它让你能在普通 CPU 上处理8000多字的超长文本时，速度比那些传统大模型还快上好几倍。这次 Liquid AI 发布的 LFM 2.5 编码器定位非常明确，就是为边缘侧的高频文本理解任务量身定制。它不是用来和你聊天的，而是专攻分类、路由、检测这些重复性高、需要快速响应的 NLP 应用。参数量也只有 230M 和 350M 这两个小尺寸。它的核心思路是把之前 LFM2 的英国解码器架构反向重构成了双向编码器。简单说，就是把原来单向生成文本的模块，通过双向注意力延满和对称填充的非因果卷积，改成了能同时看懂前后文的阅读理解模式。这样一来，模型处理长文本的效率就大幅提升了，而且能更好地捕捉全局信息。有个开发者在 Reddit 上分享，他用 LFM 2.5 来实时监控网络日志，做DAS 签名分类。在处理32000个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时，这个模型不仅能达到 94% 的准确率，而且每秒处理的 token 量能稳定在280到310个之间。他说，这比他之前测试过的所有10亿到30亿参数的 Transformer 模型都要快，这在 CPU 上都能秒级响应，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。具体到数字， LFM 2.5 L130M 在 CPU 上处理8192个 token 的长文本时，速度足是 Modern BERT Base 的 3.7 倍。这个提升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非常直观的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。那它是怎么做到这点的？传统大模型处理长文本时，会因为 KV-CAR 时键值缓存急剧膨胀，导致内存带宽很快就成了瓶颈，在 CPU 上尤其明显。LFM 2.5 通过混合架构设计，巧妙地规避了这个问题，让它即使在 CPU 上也能高效地处理超长上下文，不会轻易耗尽内存。实测数据显示，在普通的边缘 CPU 上，完整跑一次8192个 token 的前项计算，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28秒。这种效率对于需要本地实时推理的业务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有高频的意图、路由、PII、个人身份信息检测或者文本分类这类需求， LFM 2.5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切记，它不适合生成式任务，别指望它能写文章或者复杂的创意内容，术业有专攻。想在本地跑起来也挺简单，通过 Hugging Face 的 Transformers 库就能直接加载起步，大致分3步，确保 Python 环境是 3.11 以上，安装好匹配的依赖，然后执行安装脚本就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想在 AMD 的 GPU 上跑，得先手动安装对应 ROCm 版本的 PyTorch， 不然默认会装成 CUDA 版，导致 GPU 不识别。这种从大模型暴力计算转向混合架构边缘推理的趋势，本质上是为了把像 Guardrail 或者请求路由这类任务彻底下沉到本地执行，这样一来就能大幅摆脱对云端 GPU 的依赖，极大降低运行成本。在包含了14款主流模型的综合基准测试中， LFM 2.5 350M 拿下了第4名的好成绩。这足以证明，即便参数量很小，这种轻量级模型也完全有能力挑战那些大参数的性能标杆，甚至在特定场景下表现更优。这次 Liquid AI 的技术路线再次证明，通过架构上的创新，你不一定非要依靠1000亿级别的参数，即使是本地 CPU 也能高效地完成专业级的企业语义理解任务，这为边缘 AI 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。